铁土、盐气结合水准和个富裕的嘅林带，形成了苍苍嘅北港海环村绿土，也会同当地社区带来乜嘅影响呢？地方民众以为安静嘅清水空间，绿土规律嘅加嘅景观亮点，带动菜地嘅观光、游养，一条都係加落來嘅好處。做環村綠土嘅核心價值係愛迎合順等水準來認識地方，更加重要嘅係愛欣賞菜地人，愛啲好重視地方好嘅水文環境。一條喺雲林縣口湖鄉嘅神農濕地方，天天咧愛落下去嘅。唔知喊到乜嘅名嘅魚對水底下跳上來，前衝愛講也係夾嘅素菜。睇下安太平嘅水底下，其實過去係千多年炸風大雨嘅家園，韓國。科技落實的土地，雲林係全台灣地層立下去最嚴重嘅所在。就水利署嘅統計，113年雲林縣立下去嘅面積有226.4平方公里安法，同時也按多年來立到最嚴重嘅所在，對沿海嘅鄉鎮轉到嘅內陸嘅。富米、太比、鹽中、韓國、土庫也都會鄉鎮，同時富米鹽區當然會立大約7公分係最嚴重嘅。左幹就嘉南大圳通過所謂的北港溪的這一個地方，其實這還有更多的水文需要去做處理啦。我們很擔心的，非常擔心的事情是，我們的地層還在下陷，尤其是靠近我們的西邊，每年大概平均還下陷大概這樣。6到7公分的一個深度。富米海沙奇大學生態航土公司顧國順親社會講，雲林的地形就像一個大王宮，係講含係引立下，睇王宮大嘅富米土庫，就有可能變作用太嘅神農濕地。這是我常常會跟一些這樣比較聳聽的一句話，也許再過100年之後，我們到雲林縣來是看到雲林大湖，它的中心點。在哪邊呢？就是在馬光，或是在土庫這個地方呢，雲林大湖，那面積可能這樣有這樣上百公頃，那是成龍濕地的這樣，可能是100倍。雲林大湖的形成可能會在等100年過後，不過嚴重的地層立下去，再加上極端氣候下一定接落好大雨，可能引起沒太水。沙黑富米一條所在，將會面對嘅問題，對呀顧國順提出嚟，水準同時有可能有排水嘅功能嗎？我們常常說淹水，淹水，淹水，難道水浸就不能當作排水嗎？這是我的一個思維啦，哈，就是說在緊急的情況下，如果你把水抽到所謂的軸幹徑的時候，馬上到園長那邊排出去，湖尾就不會淹水。這是在緊急情況下，我們是不是把已經使用的不是很高的頻率的所謂的嘉南大圳的軸幹徑，在暫時的情況下，把水作為疏洪出去的部分，這是我們期待說中央那些學者可以去做探討的。日頭沒到神農濕地下，天見來見暗昏。家鄉就睇口湖鄉嘅前雲林海鮮沙奇大學嘅執行秘書黃百儀同顧國順強調，看到安尼嘅建設，上島嘅咩係愛趕緊來改善水環境。成龍濕地它的對我們的啟發，其實就是像您講的，就是一個警訊。對，那它就是提醒我們，就是有居安思危，因為它的狀況可能在我們沿海口湖，有可能也有類似的情形發生。那其實它現在的存在，就是培養我們，就是要對水環境要有一個意識。
那这个也是被正常的道路被河水淹没，跟海水河流淹没。那时候就变成我们没办法通车，我们还好，我们其实地方社团去发布资讯，让这个资讯流通，就不会。喺2025年嘅台灣水準會議上，王百義分享嘅開面風采，連得6個機械日嘅大意，喺北港鎮促成嘅災情，也係雲林縣海鮮沙期大學頭一擺參加水準會議，今年希望大幫論壇嘅交流。學到下那多改變水環境的經驗。那我們這一次也是分享我們自己的辦學經驗跟倡議的過程。那希望就是能在這個會議說，認識那些夥伴啊，或一個在地夥伴，那去希望能達到一個共識。那我們一起來推動這個環村綠道的活動。是我們在推動北港溪環村綠道的時候，我們在談水文這一件事情，如何讓民眾覺得，這件事情跟我有關。原因是因為北港鎮在這邊，那北港溪其實就環繞在我們的生活周遭，只是因為物理的堤防阻隔了民眾跟水之間的關係。喺論壇上，王百義講到，北港溪嘅坡做到太高嘅，好多民眾愛行到坡上，才看得到北港溪。故所在天日沙田標題的鐵打同水係體量隔壁。那其實社大在這5年的過程當中，也是一直在發展一個公眾參與的模式，然後是希望民眾跟我們的社大師生能去共融，然後我們去推動這樣的北港溪環村綠道的議題。學生他不是只有來上課，他可能也是會做一些新的回饋跟記錄分享。我們現在的這一個休憩亭，先介紹一下這周遭的地理環境。因為這個地方是我們的北港溪，這個所在平熊級觀光客比較少來，但我們在上課啊，或者是做文史跟生態調查，就會帶民眾來到這邊去看看。111年。雲林海鮮沙期大學提出嚟，愛同沿海嘅北港、水林、口湖、西湖4個鄉鎮傾減共下，結合在地嘅文化和個生態來打造北港溪環村綠道嘅創意。愛人行減水，沒有太假，重視水環境。目前我們在北港溪的這個堤防上，我們目前的作用就是做觀光啊，我們的散步，我們的民眾使用。北港溪流過嘅北港鎮，產業環境、人文攏同水有關。喺室內嘅論壇結束過後，王百義就帶領大家自己去到北港溪環村綠道去行圖，談今年熟悉嘅在地故事。現在大家在這個休憩亭，它為什麼會蓋這個休憩亭？就是在228事件的時候，聽說有6名。在這邊知識分子被槍殺，那還有1名是我們的里長。其實當時聽我們的在地文史老師來看，是說，他當時是看了1排人，然後蓋了白布。對，那確切人數是多少不知道。為了紀念這6名知識分子加這個里長，然後其實我們的在地民眾其實在這裡都會做一個叫七聖崖的普渡，那就是以之紀念他們。因為它漲潮以後會從口湖那邊一直漲潮到這邊來，所以我們可以講說，笨港以前是港口，是船可以進到這邊來做貿易的。北港溪中間左邊這邊就是北港，走女兒橋只蓋一半，對，因為過去就是嘉義縣的，是不是？那是過去我們在做北港跟新港這邊行業運輸的使用，然後有火車啦，我們的火車在做運輸的。那後來因為我們的北港溪流真的是太急湍，所以把我們的鐵橋沖斷。其他北港鎮最有代表性的鐵橋之一的摩爾橋巷，遠遠的看，早就本太水大塊鐵，見證過去送甘蔗許多北港同廠座堂。
带动北港同新港经济发展的复兴铁桥。大家可以看到那个就是唐铁的那个旧铁道，它以前承载在六七十年的时候，它曾经是进香铁道，后来被那个游览车取代掉，所以它以前是有承载人的。因为后来台风就是桥断了以后就没有再做那个唐铁的运输，所以就没有再重新就是把它修建好这样。很多北港人的记忆点就是他坐着这个铁道去嘉义市。我们接着往那个北港的牛墟出发。行到睇北港海顺风的牛市场，对地名就可以想象，佢当时有热闹热烈。那这边是做那个通商航港的一个转运站啊。那古点用看来家做买卖，嘿，那这个区域到目前其实都还有在运作。那以北港的地方牛墟来讲，我们的日子是369。那369是什么意思？就是国历的3号、6号、9号，那尾数也有369。那我们这边就会有做牛墟的市集。这个地方是潮间带，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下面的水的平面的这个地方，我们一天会有2次的潮间带。这边的海拔的话，水面的海拔大概在5公尺而已。如果在下大豪雨的时候，水来到这边，它没有办法快速排到大海，那又在遇到涨潮的时候，就会有可能会遇到一些这样所谓的淹水的一些状况。大家請有興趣嘅。睇由北港海帆船綠土結合起來嘅牛市場、老鐵橋、摩耶橋，也有觀光景點、飲行飲料。規路嘅顧國順先生，你請三萬嘅睇同大家討論技術，北港鎮嘅水文行過安樣嘅來防做太水。為了整個北港鎮的安全。如果当水没有办法很顺利把它丢到北港溪流出去的时候，这一边的海拔可能低那边在低1公尺左右，在整个北港镇要把所有的雨水排出去的大排的旁边来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解氧滞洪池。那目的就是这样，让整个水也不要在这个很短的时间里面增加很多的这样北港溪的负担。因多年海鮮沙期太好，天3萬嘅嚟打造北港海帆船綠土嘅目的，除咗係為營造地方嘅清水空間以外，還有重要嘅係為大家喺安樂當中想到有乜嘅危機，為沙期嘅人要參與公共事務嘅強勢。